程远，是你吗？洗澡的时候呢，不小心失足摔倒的。这是个意外，全身只有这一处伤。按理说水龙头不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不过探长，您看这个，是水龙头的把手吗？水龙头的把手松了，他失足之后呢，先把水龙头的把手撞掉，结果水龙头突出的地方就成了锐器。窗户这里是有护栏的，别人翻不进来。老大，你怀疑这不是意外啊？这现场怎么看都像是意外啊！是意外，不过是太意外了。老大，这就是报案人大楼管理处的老王，这是我们刘探长。你跟我说说是怎么发现的？是这样的，楼下的住户啊，他一大早就来反映说天花板漏水了。我想，不下雨怎么会漏水呢？后来想啊，可能是2楼的陈小姐她家的水管爆了。现在楼下那个住户在哪里啊？现在她去上班了。是不是你第一个打开房门的？是啊，我在外面啊敲了半天，也喊了半天，里面呢就是没有回应，只听到屋里啊就是哗哗哗的流水。我想啊，肯定是出事了，所以我就撞开了门，进了屋子。乖乖，地上的水啊都成河滩了。浴室呢，门是反锁着，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我就把浴室的门也撞开了。年纪轻轻的就出了这样的意外，哎，真是作孽呀！老大，这是个意外吧？不，应该是密室杀人。对，就是密室杀人。刘探长也说这叫密室杀人。珊珊姐，什么叫密室杀人啊？判断谋杀呢，有3个重要的因素：凶器、第一现场和杀人的时间，3者缺一不可。而密室杀人就是将杀人现场做成一个没有办法进入的环境，从而使谋杀成为缺乏环境依据的行为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曾和老师破获过一桩密室杀人案。这桩案子的关键就在于解开密室，确定这是谋杀而不是意外。你又没有去现场勘查，你怎么就能确定这就是密室杀人呢？刘凡熙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好探长，但是啊，他不至于是个笨蛋。他能够说出密室杀人，说明他有几点想法，思路和我是一样的。第一，陈丹丽她在自己的家里洗澡，为什么要将浴室的门反锁？那就是有人有反锁门的习惯啊。好，就算他有这个习惯，但是陈丹丽是被水龙头戳死的，这种死法会不会太罕见了？还有，陈丹丽是死在自己的浴缸里面。一般人早上起来都会选择冲一个澡，但是陈丹丽呢，却选择了泡澡。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是昨天晚上就遇到意外了呢？不是有可能，是很有可能。案发时间就是推断密室的关键。那还
又是杀人凶器。对，杀人凶器。虽然我没有到现场去看过，但是水龙头应该是凶手选择来掩饰凶器的一种方法。哎呀，真想到现场去看一看。那就走吧，反正这案子是刘探长的，怕什么？走。我才不去找他呢。那不去拉倒。反正我已经去过了。哎，你说我假装跟他偶遇，顺便问一问案情。哎，那好吧，好吧，就去求他吧。走走。怎么样，找到线索了没有啊？嗨，不过对你来说呢，的确是有点困难。谁说的？我就来了这么一会儿，就已经发现4处疑点了。哦，可是某个人来了一早上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神经病！我当然有发现了，故意不说给你听，存心考验你一下的。嘿嘿。啊，你说的啊？哎，那你就来说说看，你发现什么了？仔细听好了啊。第一，陈丹丽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女明星。这里是她洗澡的地方，而窗户外面呢是马路大街。试问，一个女明星在这里洗澡，这里的窗户怎么会没有窗帘呢？对啊，窗帘不见了。还有什么？不是有4处疑点吗？还有门栓。门栓的位置水渍比别的地方更多，而且很潮湿。没错，门栓的位置比其他地方更潮湿，这是个疑点。但是还有啊，你过来看。这里怎么了？这里的每一瓶化妆品和香水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盖子也都盖得很好，而且台面上一点灰尘都没有。你再看看他的梳子，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由此可以证明啊，陈丹丽患有强迫症。得了这种病的人，绝对不允许自己浴室的水龙头松了而不去修理它，明白了吗？你这么一说很有道理。这是第3处，那第4处呢？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个熏香蜡烛。这个熏香蜡烛应该是陈丹丽洗澡的时候点的，整根蜡烛都已经烧完了。这说明什么？陈丹丽遇害的时间到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应该相隔5个小时。可就凭这个，也推断不出出事的时间啊。今年水费的单子啊，都在这里了。哦，陈小姐的水表啊，正好是前天刚抄的。陈丹丽的用水量很平均，一般是9到10立方，多一天是300升。前天抄表是2750升，那去掉第一天的300升，就是2450升，就是他出事那天的用水量。哎，那就是说水龙头一直开着，水在不停地流。如果按照你这么推算，就可以估测出陈丹丽的死亡时间了。多珊珊够了没有？很重啊，我的腿都已经麻了，撑不住了。你别着急嘛，刚过半分钟。啊，哎，早知道我拿一个小点的盆呢。5升的盆好计算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满了。哎，快关掉！这个水龙头1分钟流出5升的水，那么1小时就是300升。早上你们来的时候是10点钟吧？没错，我们一进来就把水龙头关了。你说水流了8个小时，也就是说陈丹丽是半夜2点钟被害的。没错。不过密室还是密室，不管是几点钟，它还是密室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问问陈丹丽了。啊？他人都死了，你们怎么问他呀？有的时候啊，一个死人可以比活人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探长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啊，还给陈丹丽。什么？从窗口的形状和切面来看，应该不是水龙头，水龙头应该更宽。凶器应该是锥状体，没有木屑和金属刺穿的痕迹。不是木质，不是金属，那还能是什么？我也很想知道凶器到底是什么。陈丹丽出事前一定紧紧抓牢着什么东西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棉纤维啊，难道是凶手衣服上的？更像窗帘布上的。有道理。陈丹丽突然间遭袭，会下意识地从浴缸里起身，所以很有可能是陈丹丽遇害的时候，血溅到了窗帘布上。所以凶手要将其取走，让现场看起来呢更像是发生了一场意外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：如果带血的窗帘留在现场，那么意外就无法成立。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，陈丹丽的死是一起凶杀案，而且经过了精密的布置。那么凶器呢？有线索吗？凶器还有密室是怎样构成的，都需要我们去解答。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那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，而我们属于人类中的异类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想啊，谁会像我们一样围着尸体，跟吃饭一样平常呢？哎，听到吃饭2个字啊，我的肚子就已经饿了。我们去吃点东西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我们去珊珊姐家吃饭吧，家里还炖着一只老母鸡呢。给。好香啊！哎，二宝，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？二宝，怎么了？还想吐啊？哎呀，别去想那个尸体了，快吃饭吧，小兰做的很好吃，快吃了啊！哎呀，就差一瓶酒啊！哎，我不是送了你一瓶酒吗？你赶快拿出来给大家享用一下。你什么时候送我酒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把酒忘在陈丹丽家楼下的小店里了。喂，神神秘秘的，怎么回事？我这就去取。您好，老板，谢谢您啊，您人真好。噔噔噔噔，这花送给您，我的酒呢？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把你的酒放进冰柜里了，冻硬了。真可惜啊，这么好的酒啊，可惜啊，浪费，糟蹋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。哎，那我拿到锅里去热一下吧。这是红酒啊，你以为像黄酒一样可以加热的？加热之后就变味了，没法喝了。话说回来啊，我又没过生日，你干嘛送酒给我呀？我想到了啊，密室凶器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回事？凶器是冰。冰？二宝，你赶快去拿块猪肉，要带皮的那种。啊！哎，珊珊，你要猪肉干什么？别问那么多，赶快让二宝去。二宝，快去！生的还是熟的？珊珊说的当然是生的啦，快点去猪头。是。哎，二宝啊，你买完了之后，直接到陈丹丽的公寓去找我们。啊，是。你跟我去一趟制冰厂吧。马上啊！马上。哎，太浪费了。你做的最好吃。哎呀，猪头！二宝，你买个猪头回来干什么？老大，你说要猪头啊？我不是要你买猪头啊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猪头啊。哎，嗨，反正猪头也是猪肉嘛，带皮的，保证生的。呸！笑什么你？有其主必有其仆啊！你说我和你啊？我说你跟二宝啊？我呸呸呸呀！珊珊姐，好眼光，我一直是以我们老大为榜样而努力的。够了，别再开玩笑了，开始做实验吧。哦，好，来扎你的猪头。不是我的猪头啊，是二宝的猪头啊！二宝，扎你的猪头。哦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是凶器啊！明白了吧？看啊，这个冰锥的尖锐度以及硬度呢，足以刺穿人的喉咙，和用刀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而刺杀会喷射出血液，瓷砖和浴缸上的都是可以清洗的，但窗帘上的不行。所以凶手就将窗帘带走，然后将陈丹丽的颈部靠在了水龙头之上，造成意外失足的假象。杀人用的冰锥扔进浴缸里，等冰锥慢慢的融化之后，凶器就此蒸发，
错，冰锥没有扔进浴缸，而是另有用途。哦，什么用途？你忘了门栓上面有过多的水渍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不单是门栓，整个水渍形成了一条直线。没错，凶手将这个冰锥放在了门栓的下面，然后打开水龙头，放热水，等室内的温度上升之后，冰锥就随之慢慢融化了。哦，等到冰锥完全融化之后，这门栓就自然而然地闭合起来了。然后室内的蒸汽又可以保持住尸体的温度，让我们很难猜测死亡时间。死亡时间我已经用水流量帮你们测算出来了，凌晨2点。冰锥杀人，制造了意外死亡的密室。这个凶手有头脑，有物理知识，冷静而且聪明。这些线索够你用的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刘探长去抓人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密室解开，凶器找到。哇，好，分析的非常正确，哈哈哈哈！哎，真是值得鼓掌啊！不愧为我曾经的搭档，没给我丢脸。作为你的股东，十分欣慰啊，十分欣慰啊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大，怎么样？他一直说跟他没有关系，他很早就离开陈丹李家了。嗯。任公子，我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，这样也便于你自己洗清嫌疑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离开陈丹丽家那会儿啊，他还好好的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几点钟离开陈丹丽家的？1点。1点？你在撒谎啊！我有目击证人看到你是在2点钟左右离开陈丹丽家的。而陈丹丽遇害也是在2点钟。刘探长，我这不是想撇清关系吗？这事真是巧合。如果我真说2点的话，那我不是挑你黄河都洗不清了吗？你是不是和女人说了太多的花言巧语啊？已经不会说真话了。刘探长，之前多有冒犯。但我和刘夫人那也是经人介绍的。给我打住啊！你这样说是怀疑我公报私仇、假公济私是吗？没有。嗨，是我寻花问柳，是我品行不端。但杀人这事真不是我做的呀，我冤枉啊！如果凶器是冰锥的话，陈丹丽家里并没有冰箱，冰早就融化了。这小子应该不是罪犯。老大，即使他不是罪犯，就凭他一家人和日本人勾搭成奸，治着他也是应该的。要是被罗珊珊知道这个任重元还有这层背景啊，他更得恨之入骨喽。但是我听说，现在日租界经常有日本浪人寻衅欺压我们中国商人，劫货砸店，胡作非为，还肆意殴打烧毁日货的老百姓。如果这些不法之徒犯在我刘凡熙的手上啊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可是老大，我们现在手上的案子都跟日本人无关啊，真应该找个机会大闹日租界。我有朋友已经在策划袭击日本特务的行动了，我在等他们的好消息。真的，老大，我也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在法租界盯紧那些汉奸分子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记住。是。老许，你好。你好，郑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我阿斌就可以了。
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全名啊？我只是个打下手的，有什么事儿您招呼一声，我随叫随到。你把脸转过来吧，没关系的。不了，我的脸看起来比较恐怖，我怕吓着你。郑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的脸是怎么伤的呀？我记得你说你当过兵。我的脸在战场上被炮弹炸伤了，那个时候阵地上缺药，后来脸就变成这样了。那你是哪儿的人，在哪儿参的军啊？我是湖北人，在老家当的兵。郑小姐，您怎么对当兵的事情那么感兴趣呢？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去当兵了，所以我很想知道当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哦，那是个什么样的朋友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。他当兵以后，我就没有见过他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战场上子弹都是不长眼睛的，那么久没有联系了，肯定已经死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凭什么说他死了呀？我朋友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活着回来。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我不是故意要那么说的。但是在战场上，死的人往往比活着的人多。其实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如那些死了的人来得干脆。我先进去，等柳林来了2、3分钟之后你再进来。知道了。喜欢吗？怎么你不喜欢啊？这是我拿刚发的军饷给你买的。你为什么非要去当兵？为什么非要去当？我不想让你去参军。小文，参军是我的志向，我想我在战场上一定会有一番作为。哎，等我立了战功，衣锦还乡，我一定要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我不想过什么好日子，我也不想要什么荣华富贵。只要你什么都不要。可是你看，军装我都穿上了，军饷我也花了，你不想看到我被军阀处置吧？好了，小文，相信我，一定不会太长时间的。等我，好吗？我等你，不管要多少年，我都会等你。只要你安安全全、完完整整的回来，我等你回来娶我，好吗？郑小姐，柳小姐到了。柳小姐真是个大忙人呐，我等人从来没有超过30分钟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许会长，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于修改情商的剧本，一投入往往就会忘了时间，来晚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这瓶酒算我的，我给您赔罪。哎，严重了，我请你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
谢谢。丹丽的不幸，令人扼腕痛惜呀。可是电影还是得拍下去啊。女主角的问题，我想听听柳小姐的意见。许会长，你今天是来找我商量，还是来通知我的？要通知你的话，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商量，完全是商量。不知道柳小姐想让谁来接替丹丽这个角色呀？啊？许会长心中应该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不妨直接说出来吧。你觉得同样来试过镜的郑小婉怎么样啊？刘小姐，有话你也不妨直说。郑小婉不错，不过我觉得她和陈丹丽不是一个类型的演员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哪有一模一样的人呢？所以啊，我就觉得郑小婉并不像我笔下的女主角。在之前，我和郑小婉并不熟悉，不过接触下来以后，觉得她还是真不错。柳小姐，许会长，小婉，你们好。来，哎呀，来，坐啊！哎呀，坐，坐啊！来，许会长还是来通知我的。哦，不，哪里，商量，一定是商量。柳小姐，我早就拜读过《情商》这本小说，其实真的非常棒。当初公司买下版权的时候，老板还有导演就和我说过，其实我的经历跟您笔下那个女主角非常相似。郑小姐的片子我看过，以前好像一直走的都是艳星路线呢。对，我以前演的一些角色算是比较香艳，不过其实郑小姐，你只要沿着香艳的路线一直走下去，说不定哪天会红的。啊，我其实想参与演您这个戏，不是说非要大红大紫，我是对艺术片有一种向往，我想趁这个机会让自己能够转型。转型啊！对，正好借《情商》这部戏来转型。那许会长就是想用我的剧本来做一次实验了。哎呦不，哎呦，怎么能说这是实验呢？这一定是一次成功合作的创新。柳小姐，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许会长，可以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那好，那明天我们电话联系吧。好，我等你电话。小文得势！没伤着吧？没事。柳小姐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自己走吧。哎，没什么，这很方便啊，很方便。那好。许会长，你不一起上来吗？不用，我走2步就到了。明天我等你电话。刚才你的演技手快的一档，真是叫人印象深刻。刘小姐，过奖了。你应该说我严格训练吧？是，我当过兵，打过仗。
乔德士。喂，又打麻将啊？行，那好吧，那你们等着我吧，我一会儿就到啊。那个时候，在战壕里有好几个兄弟都牺牲了。战场上硝烟弥漫，视线十分差。有的时候，如果炮弹从正面打过来，你还能卧倒躲避一下；但是如果从两侧飞过来的话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那一次，一枚炮弹在我的左边爆炸，我当场就昏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战地医院里。一枚弹片刺穿了我的左脸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由于身体的残疾，我离开了军队。我在参军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但遗憾的是没有在战场服役。你看看现在的我，只剩下一副残缺的躯壳。你知道吗？你的这个经历和我书中的人物简直太相似了。其实说起来，我拜读过柳林小姐的小说，算得上是你半个书迷吧。哦，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对我作品的喜爱。是您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，看了忘不了。我跟你聊了这一路，我对战争，对我写的故事，我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。我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上楼去？我们再聊一些什么的？我在战场上的故事已经说的差不多了，其他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们可以再聊聊你是怎么样走上战场的，包括你从战场上走下来之后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。我就想再多积累一些素材。能够受到柳林小姐的邀请，我觉得十分荣幸。但是那么晚了，我怕被人看见对你不太好。这个你不用顾忌的，你就答应我吧，好吗？好，那走吧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来，刘小姐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刘小姐，王维俊先生在您的房间等候多时了。对了，明天早上7点钟准时叫醒我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来，请。好，请进。柳林回来了。哎，这位是？这位可以说是我小说中的原型。幸会。柳林，你需要的资料我给你带来了。太好了。对了，这位先生呢参加过战争，我想和他聊一聊，听听他的故事。再找点新的感觉，你要不今天先回去，我明天再跟你联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再见。再见。来，过来，坐这儿，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会想到去参军的吧。那个时候，我还在师范学院里学习物理。其实我内心呢，有一个从军的梦。那个时候总觉得一腔热血，如果不挥洒在战场上，那怎么能称得上是男子汉呢？就在我毕业那一年，开始征兵了。
中国自强必先统一，必先打倒腐败卖国之北洋政府，为全国人民之平等自由贡献力量和生命。小文，给，谢谢。小文，你想好了吗？啊？毕业以后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当老师，不过我最想去上海，看看电影里的那些大明星。好啊，那我以后带你去。真的？啊？你可不许骗我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呀？我？你想我做什么？做什么都行啊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能去当兵。为什么？我前几天和几个女生去慰问伤兵，我看见他们那些人，有的断了胳膊，有的断了腿，有的脸还被烧焦了，那样子好可怜呢。你说他们那些人以后该怎么生活呀？可到最后，我并没有听小文的，还是报名参了军。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的小文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？她能歌善舞，聪明，漂亮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男孩背地里还封她为校花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当时应该有很多男孩子追求她吧？当然。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那个时候在学校，我还算长得不错的。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面具底下的脸？不必了吧，我怕我摘下来吓坏你。哦，那好吧，那说说，你参军之后还有没有和小文联系过？一开始我们还有书信往来，但是随着部队的不断转移，后来我们就失去联系了。直到我受了伤，身体变成残疾，我才明白战争给人带来的痛楚。曾经所拥有的一切，再也无法挽回了。刘小姐，但愿我的故事对你有所帮助。当然。现在这个电影换了郑小姐来演了，我想应该会顺利完成的吧。你说的那个郑小婉，一个市侩大亨的情人，我绝不会让她出现在我的电影中。刘小姐，你好像对她有些成见，可是一开始那个叫陈丹丽的，她也不一定适合这个角色，而且我还听说她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是指她的私生活不太检点？这个我知道，但问题是丹丽实在太能演了，她就是那种天才演员，而且之前那几部戏她都完成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对她有100%的信任。可是她现在已经演不了了。对，但就算是这个样子，那个郑小婉也别想趁虚而入，鸠占鹊巢。她背后那个人什么都不懂，就会赚钱，靠几个臭钱就想为所欲为了，在我这儿，这绝对行不通。刘小姐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我电影中的女主角。说通俗一点吧，我绝对不会帮着许绍林去捧一个婊子当明星。郑小婉之流，我说她是艳星都已经算是抬举她了。再说我这个人平时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逼利诱，有了今天这顿鸿门宴，她不要想在我的故事中找到任何一个角色。跟你说这些有点不太合适，毕竟许绍林是你的老板，不好意思让你为难了。不，我不会乱说话。哎呀，你看跟你聊了那么多，我都没给你倒茶，
想不想喝点什么？不必了。那太晚了，我想我该走了。那好，那也感谢你给我提供了那么多新的素材，真的。我希望电影上映的时候你可以来看，你一定会在当中找到你自己的影子。希望你能够顺利完成你的剧本。我一定会尽快的，放心吧。再会。我送你。留步。王先生，你还没走吗？啊，哎，你们聊完了啊？是，我进去看看柳林。哎，王先生，刚才在屋里的时候，我跟柳林小姐讲了一些关于我的故事，她记录了很多，正在整理。我出门的时候呢，她都没顾得上送我。现在你去看她，恐怕会影响她的工作。她就是这样，一接起东西来啊，就什么都忘了。我真的很希望柳林小姐能够顺利地完成她的剧本。我是她忠实的读者。是吗？谢谢你的支持啊。对了，王先生，那么晚了不太好叫车，正好我回城里，我送你吧。我是许会长的司机。那好吧，改天我再来看他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。哎呀，能够认识你们这样的文化人，也是我的荣幸。请。哎，好。柳小姐，怎么了？您刚才按响了服务铃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没按过呀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小心碰到的。那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柳小姐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柳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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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跟你们说不要随便打扰他。
他刚才要了一份西米露，我给他送过去，可是没有人应门。哼，这些名人真是难伺候。对了，经理，他昨天要了早上7点的叫醒服务，现在已经7点半了，他还没有起，您看怎么办？我看还是应该把他叫起来，否则他要真有什么事给耽误了，就要怪罪咱们服务不到位了。我明白了。好。当时房门是反锁的，而且窗户呢也是紧闭的，基本我们可以排除入室杀人的可能。根据现场的勘查情况来看，初步判断死者系自杀。樊督察，这是旅店的经理，尸体是他发现的。你好。门是你开的？对对对。柳林让我们早上7点钟叫醒他，可当时已经7点半了，他还没起来，所以我就开门进来了。门是反锁的？对对，门是反锁的。就这么报。是。郑小姐好。我今天过来是特意来谢谢你昨晚救了我，否则我的演员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了。谢谢你。郑小姐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阿斌，昨晚你救我的时候，是不是叫了我小文啊？不是，我叫的是小婉当心。当时情况太紧急了，我就直呼了您的名讳，不好意思。不可能吧？当时我离你那么近，是不会听错的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当时情况有些紧急，您可能没听清楚。怎么，郑小姐改过名字？以前叫小文。没有。也许是我自己听错了。小婉，来了，怎么也不去我办公室啊？昨晚阿斌不是救了我吗？我先过来谢谢他。哎呀，真是惊天大逆转呐！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，马上到电影厂报到化妆拍戏。那个女作家同意让我演了。哎，她同意是你，不同意也是你啊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要管这么多了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你要出大名了。你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不要管这么多了，马上去电影厂化妆拍戏。哦，对了，晚上啊，我去接你，我们一块吃饭。好。阿斌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昨天送作家回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没有啊。他们跟你说些什么吗？没有什么，老板。比如人生啊、命运啊、死亡啊什么的？没有。
没有。哎呀，你说郑小婉这个人命也太好了吧？当他到的2个人全死了，几天之内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作家也死了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想不到吧？自杀。请进。这里的情况和当天完全一样，因为王维俊先生吩咐我们必须要保护好现场。啊，这是当天那张送餐卡。哼，他很狡猾，这样就不用模仿柳林的字迹了。你有没有闻到这里有一股沉香的味道？柳林有熏香的习惯吗？有啊，柳小姐跟我说，她在写作的时候会点上熏香，帮助放松心情，有利于思考。经理，柳小姐有多高？没有你高，大概到你耳根那个地方。有什么发现？这个凳子是头重脚轻，如果柳林小姐踩在这个凳子上自杀的话，那凳子一定是四脚朝天的。可是案发现场的凳子是这样的，从角度和距离来说都很不合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柳林是在死了之后被人挂上去的？对，很有可能。哎，你过来。这窗户我查过了，全都是密封的，而且是锁上的。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这个放沉香的香炉干嘛要放在这里呢？如果据经理所说，沉香可以帮助柳林放松心情，增强思考能力，那么这个沉香炉呢，应该是放在他工作的地方或者是附近，为什么要放得那么远呢？对呀，我看到柳小姐工作的时候，香炉是放在写字台附近的呀。这里有一根很奇怪的头发。经理，法捕房的人来过这儿之后，带走过这里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好，经理，案发之后这个房间有没有打扫过？也没有，因为王先生吩咐过，什么都不能动的。有什么发现？这支笔在写字台下面被我找到。我问你，身为一个作家，笔就等于是他的生命。你来分析分析，这个笔落在地上，他会毫不在乎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非常值得怀疑。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谋杀。那凶手在这样一个门窗紧闭的房间里，他用的什么手法杀人呢？证据呢？
再见。王先生，你记得柳小姐平时是不是戴一串珍珠项链？对呀，那是我送给她28岁的生日礼物，上面正好是28颗珍珠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条项链已经不见了，我怀疑是凶手拿走的。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方。已经变得毫无意义，没有方向，没有边际。我走不出你的世界。王维俊这是殉情了，看来他真的很爱柳林小姐。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男子。二宝啊，为什么你今天说话这么流畅，不再结结巴巴了？这2天听了几场说书之后，长见识了。刘探长，尸体没有外伤，很像是自杀。发现一个药瓶，这个药瓶里啊还剩下一些药片，都是安眠药。谢谢你。二宝啊，
你真的相信他是自杀的吗？这遗书也写了，安眠药也吃了，不是自杀还能是什么？这封遗书不是王维俊写的。我问过王维俊的同事还有学生，这封遗书的笔迹就是王维俊的。你来看。你看这封遗书，用笔很轻，笔触连贯性很差，每一笔的收尾都不够果断。再来看这几个“我”字，几乎完全是一样的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这说明这份遗书是伪造的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凶手依照王维俊
今天这么早下班了？徐科长今天放我提前下班。找我有事啊？那天你请我去喝了酒，今天我想回请你，怎么样？还是去乔英酒吧？好啊。上车。你跟王维俊也有一面之缘，我想带你去他家里拜祭一下。这接连的命案发生，我们却把酒言欢，多少有点不太好，还是去拜祭一下吧。好啊，反正离酒吧也不远。没想到罗侦探还有这手。侦探嘛，什么侦查手段都要会一点。麻烦你把门关上。柳林没有完成他的作品，而王维俊年纪轻轻的就自我了断。你说他会因为柳林的死而自杀吗？言下之意，罗侦探认为是他杀了。有什么证据线索吗？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情况来看，凶手在杀了王维俊之后，留下了重要的痕迹。首先，他伪造了王维俊的遗书。哦。虽然表面上看，王维俊的遗书都是他的字迹，可是并不是常人连贯书写而成的，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临摹。你看那个气窗，看是不是很狭小？是，的确很小，够不了人。所以凶手就大大方方地拿了钥匙，从这个门逃了出去，然后把门关上，再从气窗把钥匙送进来，之后钥匙就落在了这个桌子里。罗侦探分析得十分精彩。那么现在有罪犯的线索了吗？